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每个人都无法回避，但说真的，很多人宁愿假装看不见的话题——退休。一讲到退休规划，你是不是就觉得头很痛，感觉好像要懂很多财报，算一大堆超级复杂的数字？其实真的不用。今天我就要用2个超简单、超实用的公式，像建筑师一样，带你一步一步画出专属于你的退休蓝图，让你对未来不再焦虑，而是充满期待。OK， 在我们开始画蓝图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个有点残酷的现实。这张投影片上的数字是来自劳动部的官方统计，不是我为了吓你乱编的哦。你看看，台湾有超过一半，将近60%的退休劳工，每个月领的劳保老年年金竟然不到2万块。不到2万是什么概念？我们来具象化一下。假设你住在双北，光是房租或房贷可能就吃掉12000、15000了，剩下5000块，你平均一天只有160几块可以用。你想想，光是3餐可能就打平了，对吧？更不用说什么水电瓦斯、电话费、红包包，或是偶尔想跟朋友聚餐。只是万一，生个小病需要看个医生，那个月的财务可能就直接崩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份分析这么重要。因为如果你不自己动手规划，这很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未来。我们把这个问题视觉化，你会看得更清楚。这张图表直接比较了劳保平均月领金额和台北市的平均月消费。你看哦，左边这根短短的，代表60%退休族能领到的钱不到2万。但你看右边这根长长的，光是在台北市要维持一个还算体面的生活，根据主计处的统计，一个月就要花掉33000多块。这中间的缺口每个月就超过13000块，一年下来就差了快16万。而且这还是在你身体健康无灾无病，没有任何意外开销的超级理想状态下。所以一个非常关键的共识就是，单纯依赖政府给的退休金是绝对不够的。好，那很多人可能会说修，我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所得替代率啊，理专都说用退休前薪水的70%或80%来估算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但答案是，这样估算风险非常高，你可能会掉进一个很大的陷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方法完全忽略了退休后的2只超级大魔王。第一只魔王叫做消费结构的改变。你可能觉得退休后不用置装、不用通勤、不用应酬，花费会变少，对吧？那你想想，你多了大把的时间，可能会想去环游世界，培养新的昂贵兴趣，像是摄影、高尔夫，或是上一些课程充实自己，这些通通都要花钱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年纪增长，医疗保健的支出是呈现指数型成长的，这笔钱绝对不能低估。第2只大魔王就是通货膨胀。现在一碗牛肉面180块，以每年2% 的通膨来算，20年后同一碗面可能要价270块。如果你只用现在的薪水去推估，那20年后你准备的退休金购买力早就被打到骨折了。所以所得替代率是一个很粗略的参考，但绝对不是我们盖退休大楼时可以信赖的精准蓝图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一个更科学、更贴近你个人需求的方法来规划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流程图我们的作战计划。首先，我们刚刚已经剖析了退休的残酷真相，接下来我们要教你如何把政府提供的地基打到最稳固，然后用第一个公式画出你的精算蓝图，精准算出你真正的退休缺口。接着用第2个公式告诉你如何按图施工，算出每年该投资多少钱才能达标。最后我们会来解决一个万年大哉问：劳保到底该几岁领最划算？好，我们就照着这个蓝图一步步往下走。OK， 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，打好地基。在你开始自己辛苦存钱投资之前，你一定要先确保政府白纸黑字规定要给你的钱你都有拿到，而且是拿到最多。这个地基就是我们的劳保跟劳退，把这2根柱子盖到最粗最稳，是我们退休规划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重点来了，要让你的政府退休金极大化，其实就只有这3个关键，请你一定要记下来。
第一，想尽办法让你的劳保投保在最高级距，目前是45800元。因为劳保年金的计算基础就是看你投保薪资，你报的越高，未来领的越多，这是最直接的。第二，尽可能地拉长你的投保年资。劳保年金的公式非常看重年资，你每多工作1年，就像是多存一笔钱进去，未来的月退俸都会有感增加，千万不要轻易中断。第三点，也是最多人忽略，但威力最强大的一招，就是劳退自提6%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请你一定要仔细听。我们都知道，雇主依法要帮我们提拨薪水的6%到我们的劳退个人专户，对吧？但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再从薪水里拿出最多6%放到同一个户头里，这有什么好处？你看这张图，假设你只靠雇主的6%，30年后你可以累积一笔钱。但如果你自己也多放了6%，等于你的退休金账户每个月是存进薪水的12%，你的存钱速度直接加倍。经过30年的复利滚动，你累积的总金额会远远超过只有雇主提拨的状况。根据试算，如果你做到我们刚刚讲的3个关键，你的劳保加上劳退，月领超过4万块是绝对有可能的。而且这个自提的6%有2大超级优点。第一，你自提的金额当年可以免缴所得税，等于政府直接拿钱补贴你存退休金，这么好的事哪里找？第二，这个钱是放在你个人的专户，跟劳保基金是分开的，所以它完全没有破产问题，这笔钱100%是你的，谁都拿不走。好，当我们把政府这个地基打稳之后，现在我们就要拿出纸笔和计算机来画我们自己的退休建筑蓝图了。这张蓝图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公式，它会帮助我们精准地算出你到底还需要为自己多准备多少钱，才能高枕无忧的退休。这就是公式1，概念非常简单，你的退休金目标缺口就等于你退休后总共需要花的钱，减去你到时候已经确定会有的钱。我们把它拆开来看，第一部分，退休后总花费，你可以用预估的退休后月开销乘以12个月，再乘以你预计的退休后余命来估算。这个月开销，请你一定要诚实，甚至稍微高估一点，把旅游、医疗、娱乐的费用都算进去。第二部分，已经确定的钱，就是政府会给你的退休金总额，这个你可以上劳保局网站试算，再加上你目前已经存下的个人储蓄跟投资，两者相减，就是你还需要靠自己努力补上的缺口。我们直接用一个例子来算给大家看，你会更有感觉。假设有一位小陈，他现在45岁，预计65岁退休。他仔细评估自己退休后，包含所有开销，一个月大概需要5万块才够用。他预期自己可以活到85岁，所以预计的退休后余命是20年。好，我们套进公式的第一部分，5万块一个月乘以12个月，一年就是60万，再乘以20年，等于1200万。这就是小陈退休后20年总共需要的花费。接着他上网试算，发现他到65岁时所有的政府退休金总额，再加上他目前已经存下的个人储蓄，总共是580万。所以用1200万减掉580万，得到620万。这个620万就是小陈的退休金目标缺口。这个数字让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，OK， 在未来20年，他需要透过自己的投资理财，再多准备620万。知道了缺口是620万，你可能会觉得哇好多哦，但先不要恐慌。知道了明确的目标，我们才能制定计划，一步步把这个缺口补起来。这就进入了我们的按图施工阶段。有了蓝图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份施工计划，告诉我们每年要搬多少砖，砌多少墙。这就要用到我们的第二个公式了。我们的施工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内建在 Excel 里的强大财务计算机，叫做 PMT 函数。你不要听到函数就害怕，它真的非常简单。你只要告诉它几个基本的条件，它就会自动帮你算出，为了达成未来的财务目标，你每期需要投入多少钱。这个函数就像是你专属的免费的财务规划师，帮你把一个遥远的目标变成每天可以执行的具体行动。我们继续用小陈的例子，打开 Excel 找到 PMT 函数，它会请你输入几个值。第一个 rate 是预期的年化报酬率，我们假设一个长期比较稳健的数字 5%。
这个5%不是乱猜的哦，它通常代表一个长期稳健的全球分散式投资组合。例如，你投资追踪大盘的 ETF， 长期拉下来，扣掉通膨后的实质年化报酬率，大概就在这个区间。第二个 MPER 是投资期数，小陈还有20年才退休，所以输入20。第三个 PV 是你现在的本金，假设小陈有50万存款，因为是现金流出，所以要输入-50万。第四个 FV 就是你未来的目标，也就是我们刚算出的退休缺口620万。输入完毕，按下 Enter， 答案就出来了，负的147.3830元。这个负号代表现金流出，意思就是小陈每年只要再投资147.7000多元，我们除以12，平均一个月大概12000多块，持续20年，他就能顺利补上620万的缺口。你看，把一个巨大的目标拆解成每月可执行的计划，是不是就感觉踏实多了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现在你知道要准备多少钱，也知道每年该存多少了。但很多人心中还有最后一个大问号，那就是关于劳保年金。我到底该几岁开始领？听说可以提早领或延后领，哪个最划算？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听别人说，直接用数据来回答你。这张表格，我们假设投保薪资都是最高级距，并且用国人平均寿命80岁来计算总领取金额。你看哦，如果你提早5年，在60岁就开始领，每个月大概领17000，因为会被打8折，领到80岁总共领了408万。那如果你延后5年，到70岁才开始领，每个月可以领到34000多，哇，看起来很补，对吧？因为有加成20%。但因为你少领了10年，总金额算下来，竟然跟60岁提早领的差不多，也是408万左右。那最关键的65岁正常领呢？因为年资比60岁时多了5年，也没有被打折，每个月可以领将近2万5，累积到80岁，总金额是447万，是这3种情境里面最高。所以结论非常清楚，在不考虑个人特殊健康或财务状况的前提下，单纯从数学上来看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65岁准时领是你总共能领到最多钱的选择。当然啦，这不是绝对的。如果你对自己的健康非常有信心，觉得可以活到95岁、100岁，那延后领的总金额就会超越正常领。反之，如果你有急迫的资金需求或健康状况不佳，提早领也是一个合理的选项。但这个表格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准点，让你做决策时有所依据，而不是凭感觉。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退休行动清单，总共5个步骤。前3项是打稳你的地基，确认你的劳保投保在最高基距，尽可能拉长投保年资，以及最重要的，马上去申请劳退自提6%。后2项是打造你的蓝图，用公式1诚实的算出你真正的退休缺口，然后用公式2规划出你每年需要执行的投资计划。这5个步骤就是你通往安稳退休的路线图，照着走就对了。看完今天的分析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退休规划更有方向了呢？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事情想完才开始，而是踏出第一步。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清楚了你的退休蓝图后，你打算从哪个行动开始？是先去检查自己的劳保投保集聚，还是这个月就打电话给人资说要开始劳退自提6%，或者是在电脑前打开 Excel， 把你的数字套进公式，算出你自己的那个神奇数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：第一，我们必须认清现实，只靠政府的退休金是远远不够的，主动规划至关重要。第二，要打稳退休地基有3大关键：投保最高级距、拉长年资，以及一定要做的劳退自提6%，它能让你节税，而且专款专用，是你退休金的超级加速器。第三，我们学会了2个强大的公式：公式1帮我们算出真实的退休缺口，公式2则透过 Excel 的 PMT 函数，告诉我们每年该投资多少钱，把大目标拆解成可执行的小计划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